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同样在亡谷，两种态度，两种结果。亡谷就是沙围谷，沙围谷在圣经中的原意是平原平坦的地方。也许我们心里会问，平原能有什么难处呢？平坦和宽阔难道不好吗？然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，沙围谷这个词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，就是认同、妥协。圣经中有两处提到亡谷，分别记载了亚伯兰和押沙龙在亡谷的经历。同样在亡谷，他们的两种态度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。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亡谷是在亚伯兰击败四王之后，亡谷是被解救的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亚伯兰的地方。在这个之前，创世纪14章已经把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眼前，王与王相争，满了各种利益的纠缠。对于亚伯兰，在亡谷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表象下，其实还有另一个极大的征战已经拉开帷幕。来自世界的王，就是索多玛王，在这里迎接他。看似狼狈战败的索多玛王，实则有备而来。他选择亡谷这个地方，是已经想好了谈判的筹码，有把握让亚伯兰妥协。他对亚伯兰说，你把人口给我，财物你自己拿去。不同于来自四王同盟的武力威胁，在亡谷的征战更是凶险。那是来自世界的王，就是撒旦，更狡猾、更致命的事诱。一切的财物可以都是你的，但是你把人留下。在创世纪中，神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造了人，然而撒旦作为神的对头，他知道成就神旨意的关键乃是人，因此他就进来与神争夺人，企图拦阻破坏神的工作。世界的王给我们提供了各样的便利和财富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我们的魂。亚伯兰没有选择妥协，他之所以走进亡谷，并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因为爱罗德，他的弟兄。他的回应出乎索多玛王的预料，他说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、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。他不仅击败了四王，也胜过了正在亡谷假意相迎的索多玛王。圣经里另一处提到亡谷是在撒母耳记下，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在亡谷为自己立了一根石柱，他称那石柱叫押沙龙纪念碑。立碑通常是后人为着纪念死去的人而立的，是对他卓越成就的肯定。很少人会在生前为自己立碑。为了给自己留名，他有求于世界，所以他会选择在亡谷向世界妥协的地方立碑，也绝非偶然。圣经中提到押沙龙极其俊美，留着浓密的长发，头发在圣经中表征人的荣耀。押沙龙有这么浓密的长发，一定花很多的精力去打理爱护。然而讽刺的是，作为一个勇士，他没有死在战场上，却在骑着骡子的行路途中，被自己精心爱护的美丽秀发死死地缠在树枝上，屈辱地被大卫的手下所杀。押沙龙向着世界的诱惑是完全缴械了，他接受了世界的贿赂，却赔上了自己的魂生命。世界怂恿我们去追求自己的荣耀，到头来在世界里枝枝蔓蔓的纠缠之下，我们被这个虚假的荣耀捆绑杀死。一个原本可以承受祝福的君王，押沙龙的经历和结局令人唏嘘。这就是所有想要在亡谷中逗留，
这种向世界妥协之人的结局。同样经过王谷，亚伯兰和押沙龙走了完全不一样的路。押沙龙的一生盖棺论定，到此为止。反观亚伯兰，蒙神呼召，成了多国之父。他一生结实累累，后裔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今天仍在继续繁衍生发。作为在这个时代的信徒，王谷中的征战是我们每日的经历，世界的诱惑也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挑战。我们是亚伯兰还是押沙龙呢？是追求神还是追求自己的荣耀呢？是胜过世界的诱惑还是向世界妥协呢？同样在王谷，两种态度，两种结果，神的子民怎能不深思？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